好，来，我们来看这个做大理石纹的第3种方法啊，就是用我们的水彩去进行操作。水彩在操作的时候，对我们手法要求是比较高的，而且对于这个水彩的控水量一定要控制好。不管如果你用的这个水彩笔是比较大的，就是比这支笔还要粗、还要长一点那种，你一定是记得水量一定要控制好，因为笔毛越重，笔号越大的啊，它的笔毛是越多的，笔毛越多，吸水量就容易越多，所以说一定要勤去把这个上面的水分洗干净。然后看这几个用的就是咱们用水彩做出来的一个石纹，可能没有那么好看，但是给大家先浅浅看一下效果，也是能看得出来有深层次的变化。这个呢，主要就是为了去演示，这种水彩纹路是怎么走向呀，怎么去操作，给大家随便铺了几个啊，随便铺了几个。然后如果说真正实操，大家接下来看，我们用水彩还记得吗？一定是要在哪里？是不是在磨砂封层后进行实操？在磨砂封层后进行操作。如果是在那个色胶之后，它根本是画不上的啊，而且有点发黏。那这个时候来用水彩了啊，用的比较多，水彩、清水、吸水纸，还有一支我们的水彩笔。来看，把笔先涮干净，把笔润一下。用水润笔，这个时候来磨砂封层之后，我们要做石纹，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一定是最主要的是控水量。你们有时候做不好，就是因为控水量没有控好。有一个习惯是啥呢？我们在做大理石纹的时候，大家看一下啊，我随便先去选任何一个颜色，比如说拿这个颜色是什么色？交叉色，我先调一下啊。看，如果说我们在调色的时候调完，直接上指甲上去画，整个看不太出来，是不是？直接在这儿吧，来，如果直接上指甲上去画，它的整个颜色铺的是不是比较大？没有那种由深到浅，因为我们做石纹嘛，肯定是有深浅变化，它有一个过渡感，这样它是没有那种效果出来的。所以说我们操作的时候，先要怎么样？用笔尖去蘸取我们调好的颜色，怎么蘸取呢？来看，涮干净笔之后，先去取色，比如说我要做白色吧，我多取点白。然后颜色浓度越高，那么我们取的颜色就越多，在旁边这个清水就少一点，往上来点。好，这里啊，调好颜色之后，这个时候不要直接去画啊，直接画你看出来的甲面它是这种大块状的，除非你说我要做晕染，对吧？做晕染色块，那我们加上去是这种效果。但是要想单独做一些这个水彩纹路，来擦干净上面的。擦干净之后，这个时候笔上刚刚不是咱调好了这个颜色吗？调好颜色之后，把笔涮干净，在吸水纸上往上来点，在吸水纸上先把多余的这个水分吸干净，就是你不要吸的非常干啊，一点也不行，就至少在80%干的状态下就可以了，没有滴水，上面还有微微的那种水分在，那就可以了。这个时候注意看，我们取色怎么取，就用笔尖旋转取色就可以，笔尖旋转取色，它这个会往后面去过渡，因为后面我们洗干净了笔，它整体后面是水嘛，是透明的，所以说笔尖颜色重的时候，后面它会自然的虚化成渐变效果。这个时候我们在甲面上再去画的时候，大家来看，有胶，我是碰到胶了。等会儿啊，我把甲面再擦一下，甲面有油脂有水分，都是画不上这个水彩的，擦一下。有浮胶也不行，浮胶它会把那个颜色水彩的颜色边缘给就是成那种小水珠状。来看，看到没有？这样上色就能上得去了啊！再放大一下。来看，在用的时候画大理石纹，除非你想说我想做一些那种乱的纹路啊，你随便这样去走。但是用笔尖去往下压着去画的话，这种做完都不太好看。咱应该怎么做啊？把笔整个铺下去，用它的侧面，看到没有？用它的侧面，我们一笔一笔的去往下走。看没？这个边缘是不是比较整齐，比较好画了？然后想纹路走向哪里，我们就往哪边去过渡。自然而然的，这边颜色是实的，过渡出去，这边颜色就是虚的。你看它就好像浮在了这一层底色的上面，对不对？浮在底层色上面。所以说我们在用这个水彩做大理石纹的时候，多数的参考手法是如此。你想往哪边走，咱就往哪边去画，对不对？最后把这个多余的颜料啊、多余的色给它赶出去。你看这边的简单的小石纹是不是就出现了？这边是一个错误示范啊！先看这边有渐变的效果，对不对？那如果渐变做不好，我们是不是可以把笔再吸掉多余的水分，再单独过渡一下后面的地方？是不是？那基本上用刚刚我教大家说过的，先把笔控水量控制好，再单独用笔尖旋转取色做出来的大理石纹是不需要再多次进行过渡的。再来看一次啊！好了，这次呢我就把白色量多一点，让它的浓度高一点，让大家看得更清楚。刚刚还算是一个半透状态，就是有那种比较通透的感觉的大理石纹。太干的话也不行啊，这个水彩没有水的作用肯定是弄不好的。来，好了，调好的这个颜色在这里，是不是你看浓度就比较高吧？水分就少，涮干净笔，吸水，
8成干，笔尖旋转取色，笔尖旋转去取色，取好的颜色在这里，然后这个时候来单独去画纹路，咱们画什么纹路都行，你看。然后笔毛分叉啊，这块买笔尽量不要买那种太那个啥的。看深色区，来下面过来，笔毛要顺一点是最好用的，笔不能太干，太干了就容易分叉啊，笔太干就容易分叉。你看是不是浅浅的第一层纹路上去了？那么我们想要再加重一下，我们就可以，哎，等它干了，说实话这样接着就干了啊，接着就干了。哎，再单独某个地方我想加重，我是不是可以再往上去叠加？这个位置是深的，那咱就把颜色放到这儿，放到这里，下面自然带走，直接刮走，把深色区放在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的颜色会变深一点点。然后这边，哎，我往这里去过渡，哎，过渡反了啊，就这吧。好，再往这边去滑动，就你想往哪边走都可以啊，不要忘了大理石纹的基本走向，基本走向。好了，这边颜色还是这里不太好看，衔接处加重。这种难度大啊，还有一些比较简便的方法，我一会儿再给大家去演示。中间我也可以单独在某个地方去给它加上这个我们的晕染。你看有水珠太多的情况下，吸一下笔，上多余的水分。2层、3层，然后这样看起来是不是比较浅，颜色比较浅，没关系，不要着急。我们这个时候单独可以在这里面取点颜色，把这个地方，你看到浓度高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加重？甚至这个纹路，我觉得它确实太浅了，我想要再强烈一点，那就直接再去用彩绘胶去叠加就好，彩绘胶再去叠加。这是点上颜色啊，单独把边缘再给它做过渡的一种方法。你看，我都给大家演示，你们去试一试。其实自己做上1遍2遍，哦，原来如此，也就知道了。对吧？是不是我都是放在上方的啊？都是让大家看清楚。你看有深浅变化的时候，颜色一层层这么去加，那么它的层次感，我现在没有上亮的这种胶，没有上封层啊或者上什么，就能看得出来它的一个变化。水彩很好玩，水彩可好玩了。下面来适当来一点。这个画线条别平行，你们可以交错，但是不要平行着去画。对吧？2层、3层，再加上水彩的晕染，或者说加水彩的纹路，都是可以的。好了，接下来等干，干透之后，我上面叠加1层，大家去看啊，都叠加1层了，叠加那个亮峰，大家看一下它的最终呈现效果是怎样的。这只是其中一种，还有一种呢是比较凌乱的，这种呢就是要那种层次感，一层层叠起来的那种效果。就比如说拿一个这种吧，比如说看到玉石里面有这种淡淡的纹路，看吧，就这种裂纹的这种效果啊，加进去，还有没有？就这儿，就这种裂纹的效果，可以用水彩的这种方法。好了，我上个封层，等它干透，一定是底胶之后再封层。看，是不是这样它的效果就能看出来了？但凡大家以后看到类似的这种，就是哦，它原来是用水彩去进行操作的啊，是用水彩操作的。来，我们先照灯，照灯。还有一种呢是什么样的？就比如说我们在做的时候，我直接用这个甲片给大家演示了啊，直接用这个甲片演示，就是有的时候我们需要甲片做的偏乱一点的效果。我比如拿一个黑色啊，我拿一个这个玫黑色，稍微添一点白吧，让它偏灰一点点。好，先做第1层，白色和黑色去进行调色，调好之后吸掉多余的水分。我不需要水量过大的时候就多吸点水，然后需要水量多的时候我就可以多蘸点，但是千万用再粗的笔，你们就注意把这个控水量控好。来，这边比如说我要画一些就忽略掉底下的纹路啊，或者说就在这上面基础上吧，来做纹路可以这样直接平着下来，水量还是多了啊，水量还是多，直接竖下来。好，我这边过去。拿这种长条状的，看上面有一些这个油脂分开的状态，肯定是手摸过，所以说它是没有那么磨砂感觉的，所以说那个边缘就不好画。在这1层之后，看起来是不是可脏乱了？这个时候把笔刷干净，
刷干净中间适当微微7成干的时候，来单独拿这个笔上干净的清水，在这个颜色中间，我们去给它进行把中间的颜色给它弄走，把中间的颜色弄走，再适当加点纹路。这可能看不清楚啊，可能看不清楚，找一个清楚的。擦一下，以防万一。哎，正好。来，来随便画一个啊。现在看起来是不是可丑了？这东西啥一点也不好看。来，这个时候把笔稍微涮一下，或者吸掉，在纸上吸掉多余的颜色，在中间单独的再加深一下，或者说是把笔洗干净之后，我们用一些透色，就是透明的水流，然后把中间一些颜色给它相当于吸掉、擦掉的感觉。边缘有的时候可以适当的去过渡，适当过渡。画的时候不要像我一样画的都很粗啊，有粗有细是最好的，好吧？有粗有细最好。我呢只看看能不能给它擦掉，擦不掉的话咱就另画。哎，有粗有细，这边，好了，这种过渡边缘，洗干净笔，中间扫一扫，粗粗好，不用每个地方都擦啊，就是随机一点。好了，来底层颜色咱打好之后，接下来叠加第二层。刚刚是用的黑色和灰色去进行调色的，我现在接下来直接取黑色的水彩，也不要太干啊，颜料不能太干，直接取黑色的颜色去进行第二层叠加。在中间，这个时候注意把我们的笔给立起来，然后就跟我们画大理石纹一样，比如说这个位置我要加粗，好了，我可以加粗一下，这边也不用说全部都画吧，但是中间适当有深有浅的可以带一带。好了，带好之后，同样还是把这个颜色给它过渡。深色就是深色，对吧？不要点啊，多数是以刷的这种手法去走，千万不要在这点点点，点完之后就脏乱啊。就别看到原来那个这条线是怎么画的，又能给它破坏掉，对吧？你看这种是不是就有种那种水墨哎出来的那种纹路感觉了？这种也是一种大理石纹的操作方法，也就是说除了刚刚教大家一笔完成的，也有可能说是2层叠加。第一层做完不好看没关系，通过2层叠加，它出来这种飘渺雾化的感觉，这种就挺好看，是不是？这也是一种湿纹晕染。来，我们这个时候等它干透之后，上一层封层，再给大家看一下效果。2种效果的对比。水彩这个大理石纹在美甲款式以及一些小众款式里面用的是比较多的，就是很多东西可以2层叠加，不要觉得一次画不好就放弃或怎么样。大家知道好，我这个需要画2层，第一层做完肯定不好看或者怎么样，因为这个东西就是不能看半成品啊，美甲都不能看半成品，对吧？这种做完，这种其实磨砂效果会更好。哎，2种的方法给大家演示过来，大家去尝试一下。